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王，欢迎来到每周科技要闻的第4期。持续了1年的苹果 iPhone 12发布会刚刚落幕，10月22日的华为新品发布会就成为了这几天的新闻焦点。在这场1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上，华为一口气发布了10款新产品，而其中的主角当属1年1更的 Mate 40系列手机。这次的 Mate 40系列一共分为4款，分别是 Mate 40、Mate 40 Pro、Mate 40 Pro Plus 以及 Mate 40 RS 保时捷设计。后缀越来越多是不是明年就要来一个 Pro Plus Max， 后年再来一个 Pro Plus Max Plus 呢？在外观方面，华为 Mate 40系列延续了前代的设计风格看起来 Pro 系列边框硌手的程度也会和之前差不多。我用过上代，前代因为取消而引起了一些讨论的实体音量键，这一代也回归了并引入了几款新的配色。以及这次的刘海换成了挖孔 ，Mate 40无后缀版本比另外3款要少一个3D 深感摄像头，所以除了 Mate 40，其余3款都是带有3D 人脸识别的。原来不需要刘海也是能做到的，就是不知道性能和安全性跟上一代是否有差别。这一次 Mate 40 Pro 往上的系列在厚度方面，除了保时捷设计版超过了1公分之外，基本和上一代相同，但是重量有所增加，直接从210克起步了。而 Mate 40的厚度这一次也加到了 Pro 系列的水平，重量虽然变轻了，但是是通过阉割无线充电模组来达成的。Mate 40 Pro、Pro Plus、RS 都是6.76英寸的 OLED 屏幕，分辨率为2772×1344。Mate 40的屏幕比前3者要小一些，分辨率也低一点不过4个型号都具有90赫兹的刷新率和240赫兹的触控采样率。余承东表示120赫兹太费电，所以选了90的。在华为最得意的拍照方面，一句话讲完就是越贵的型号镜头就越多越好。之前在 P40 Pro Plus 上才有的10倍光学变焦，这次只有 Pro Plus 和 RS 才有。而且 Mate 40 RS 还多了一个红外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来测量一定范围内的温度。说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一看内在。4款手机中 ，Mate 40 Pro、Pro Plus 以及 Mate 40 RS 都搭载了华为最新的旗舰 SoC 麒麟9000。按照惯例，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改成10打头了吗？而最便宜的 Mate 40无后缀则是搭载了性能弱一些的麒麟9001。华为表示，麒麟9000是全球首款集成了5G 基带的5纳米手机 SoC。隔壁家的 A14已经确认了是外挂的高通X55对比前代的麒麟990 5G，麒麟9000的 CPU 性能和 NPU 性能都有了一定的提升。而且华为表示 ，Mate 40系列可以做到36个月不卡顿，保持持久和顺滑。麒麟9000的 GPU 集成了24根Mali G78核心，华为表示这一颗 GPU 的性能比高通骁龙865 Plus 强了有52%之多。实际有没有这么强，就还是要等评测出来才知道了。Mate 40搭载的麒麟9000E 是在 GPU 和 NPU 上都砍了一刀 ，CPU 部分跟麒麟9000是一样的。如果是看欧洲的价格的话 ，Mate 40和 Mate 40 Pro 的起售价相比 Mate 30系列都涨了100欧元，国行的价格就还要等过几天的国内发布会才知道。同时，华为的手机操作系统 EMUI 也更新了。华为在 EMUI 11中引入了几个比较有趣的新功能，比如可以根据人眼是否盯着屏幕而改变显示内容的改良版息屏长点功能，做饭的时候接电话不用洗手的隔空手势操作功能等等。后面这个加强版的隔空手势是 Mate 40系列独占的几年前三星也加入过类似的功能，但是评价不太好不知道华为这一次在万物皆可 AI 的加持下，是否真的能做到良好的使用体验。而在华为生态圈里面比较火的多屏协作功能也得到了加强 ，EMUI 11可以同时在华为电脑上操作多个手机应用窗口了。讲完了4大件，我们再来看一看6小件其中2个最小的分别是可以当补光灯的手机保护壳和在华为平板上用的 M Pen 2，而剩下的4件分别是华为 Watch GT2 保时捷设计、华为 eyewear 2智能眼镜、高端的头戴式耳机 FreeBuds Studio 以及华为 Sound 的音响。华为这么一个先出带后缀的 Sound X 版本再倒过来出不带后缀的 Sound 减量版的做法，在科技公司之中还算是比较新鲜的。限于篇幅，这些产品我就不一一介绍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华为官网看一看。10月19日，一加发布了新手机一加 8T 首先一眼看上去就会发现，相较于8和8 Pro， 一加 8T 的屏幕变直了，上下的边框也变得更窄了一些。一加 8T 可以看作是一加8的小幅升级版相较于8T 的主要升级之处在于120赫兹刷新率的显示屏、UFS 3.1的闪存、更好的摄像模组以及更大的电池和更快的充电速度虽然整体仍比不上一加8 Pro， 但差距已经很小了。
另外比较喜人的是，一加8T 做到了加量还降价，比一加8的首发价格还低了不少。个人猜测可能是芯片等的采购成本变低了。同时，一加还与巫师3的开发商 CD Projekt Red 来了一个联动，推出了一加8T 赛博朋克2077限定版。不过一加并未公布该手机的外观和参数，只是放了一个画饼视频。以及波兰蠢驴有空搞这么一个联动说明2077的开发进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不会再突然冒出来说要跳票了吧？每年新 iPhone 发布之后都会收获一大堆吐槽然而每一次开卖的时候也总有人表示抢不到，今年也不例外。10月16日，也就是上周五 ，iPhone 12无后缀以及 iPhone 12 Pro 不带 Max 已经开启了预售，而且场面十分火爆。根据研究报告称，在预售开启后的24小时之内，销量便已经达到了近200万部，这个数据已经远远高于去年 iPhone 11的50到80万部了。而在上周末 ，iPhone 12系列的销量更是直逼900万部，其中 iPhone 12 Pro 非常抢手，特别是海蓝色。我在开启预售当天下单的海蓝色 Pro 就已经要排到10月3号以后了，反倒是一起预定的 MagSafe 充电器已经发了出来。虽然发布的时候吐槽的人不少，但是看来真香党还是大有人在的同往常一样，新机发售难免会吸引到不少的黄牛，而且会出现一些线下的渠道商加价的情况。因此，对 iPhone 12有兴趣但还没有买的同学也可以等一等毕竟双11也马上就要来了。说完了小屏幕的手机，我们换个口味聊一聊大屏幕的电视这几年小米和华为相继踏入了电视机的领域，之后 Realme 和一加也在海外推出了智能电视产品。终于在今年的10月19日，后两者的大哥 OPPO 也发布了自有品牌的智能电视，一共是3款分别是高端的 OPPO S1 65寸，以及中低端的 R1 55寸和 R1 65寸其中作为首秀的 OPPO S1就屏幕参数、音响配置、SoC 性能来看确实配得上它的价格。不过，既然绿色大厂都出招了，多年来和它一唱一和的蓝色大厂 vivo 怕是也要耐不住寂寞了照目前这一个趋势，说不定魅族、锤子等小众品牌也要来分一杯羹。说到锤子，就不得不提一下他们家的 TNT 工作站这一个被老罗寄予厚望的产品，甚至都没有能量产但是相关的理念却被锤子科技保留了下来。在2018年，锤子科技发布了 Smartisan OS TNT 桌面系统使得原本至少要花9999才能体验到的功能，变成只需要用他们家手机连接任意显示器就可以享受到了。到了今年的10月20号，接手了 Smartisan 品牌的星石实验室团队发布了全新的 TNT 系列硬件 Smartisan TNT Go 扩展本这个扩展本本身没有处理器，需要搭配手机才能使用。这个东西让我想起了之前开箱过的 Next Dock 2，最近我还海淘到了最新的 Next Dock Touch也支持触屏了。回到 TNT Go， 它的主体配备了一块12英寸的显示屏，分辨率为2160×1440支持10点触控。摄像头、麦克风、喇叭一应俱全，还支持人脸识别解锁。另外，它还配备了1万多毫安时的电池，应该可以给手机充电。键盘采用类似 Surface 的磁吸式连接，不过看别人的上手视频，这个连接似乎不怎么牢靠。这台机器分为有线连接和无线连接2个版本，其中有线版本的 TNT Go 需要通过机身上的其中一个 Type-C 接口与手机相连来使用。有线模式下支持锤子同一天发布的新手机坚果 R2 以及老型号坚果 Pro 3等。无线连接版本的 TNT Go 同时也支持有线连接模式但是无线连接仅支持坚果 R2， 而且那支手写笔也只支持在无线版本上面使用。除了硬件，星石实验室团队还发布了配套的新版本系统Smartisan OS TNT 的下一代 TNT OS 2.0。根据官网展示的信息，对比上一代系统 TNT OS 2.0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进比如界面、交互、应用以及性能等。而且星石实验室团队还宣传了大屏幕下的 TNT OS 2.0在办公、创作以及游戏方面所存在的优势不过他们将 TNT Go 称为下一代电脑，个人感觉还是有些吹过头了。因为虽然有硬件加成，但是却没有软件生态的支持。安卓的软件很少会为大屏幕和键盘鼠标进行优化甚至就连自家 Smartisan OS 中的功能也都没有全部支持键鼠目前看来，这种类型的产品要替代电脑还有不少的路要走。华硕前几天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配备英特尔独显的笔记本电脑 VivoBook Flip 14 TP470EZ。不过华硕并未透露这块独显的型号和规格，只说了它是 First Intel Discrete Graphics，而且配备了4GB的显存，显存的类型也没有说。
红旗在10月21日也发布了一台配备英特尔独显的笔记本，Acer Swift 3X。这台电脑标明了独显的型号为英特尔 Iris Xe Max，没有 Pro 也没有 Plus， 但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详细参数。个人猜测，这块独显可能就是英特尔 DG1 的移动版本。虽然在整个显卡市场中，英特尔核显的占比非常的高但是其中的高性能独立显卡这个领域，在最近的20年里可以说被英伟达和 AMD 这两家垄断了。英特尔想要切一块蛋糕下来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当然市场中多一点竞争，对于我们消费者肯定是好事情。10月20日，英特尔宣布将旗下的 NAND 存储业务出售给海力士交易额为90亿美元，其中并不包括奥腾存储业务。此时，距离英特尔出售手机基带业务给苹果也才刚过去了1年多不过这些都显然并非英特尔的核心业务，而且收入占比也并不高。出售掉这些相对边缘的业务后，英特尔就可以把精力转移到自己的重心之中比如桌面和服务器 CPU、数据中心存储等等。毕竟，英特尔在发布了第3季的财报之后，因为第3季度利润下滑严重，股价一夜之间跌了10%市值直接蒸发掉了1/4个 AMD。不过，对于海力士来说，收购了英特尔的 NAND 闪存业务，就可以使自己的份额几近翻倍成为 NAND 闪存市场的第2名。OK，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除了这个每周科技要闻之外，我们也一直在输出新鲜有趣的数码产品评测和折腾影片新观众可以点一个订阅进来参观一下，说不定会发现让你眼前一亮的内容。同时，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一王的藏宝阁看一下大家等待已久的 Vector One 机箱青春版、Vector One 标准版的金属 DLC 侧版以及 ITX 主机都已经上架了。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或者是到淘宝店铺页面搜索一王的藏宝阁即可到达。那么下次再见，我是一王，拜拜。